好侠义情怀，万代千秋朝日月。潇潇凤鸣升起，一刀百胜定江湖。切，好大口气！向来区块以恩仇，上面自比江湖，缠绵风流。白衣侠侣携手，并肩南北干戈手，刀剑如谋，日月黄昏留守头。黑与白是非路，其实我要闯江湖。我有一个恋爱脑，风霜万里都是浪漫情调。我要命中唯一爱情至上，我要男主手，我绝世宝刀。我要故事很甜很甜，我要情节不落俗套。向来吃快意恩仇，少年子弟江湖缠绵风流。白衣侠侣携手，并肩南北干戈休。刀剑如梦，人约黄昏柳梢头。是非路人定胜天，这是我要闯的江湖。结合俗世那爱马暴走跳走跳，情与戏心机那妖孽都要。长生过百花间是非球场很好，风鸣刀多情恋独门绝技骄傲骄傲。李掌门为何口出恶言，污蔑先父与众掌门？所以你跟萧盟主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小春花去看看热闹，自然就知道了。父亲一生光明磊落，怎么会与魔教妖女有所私情？这萧白练就凤鸣刀，还得靠你们所谓的千月洞妖女。萧白的凤鸣刀有没有对你小过？既然入了这个情局，那就要相守相望，同生共死。小白，人总要经历生老病死，人总要品尝悲欢离合，人总要面对很多抉择跟放弃。萧老盟主，从小父亲对我极为严格，365天练习凤鸣刀法，从无间断。父亲要求我做一个正人君子，是非分明。父亲忙于江湖事务，与母亲疏远客气，相敬如宾。没想到的是，父亲竟然会如此深爱着一个人。更没想到的是，竟然对一个魔教女子纠缠如此之深。父亲在我心中一直是我的榜样。李建陵的话虽然很偏激，但父亲一世的威严，竟然建立在对一个魔教女子的辜负之上，甚至背叛，甚至利用。小白，感情是没有对错的。萧老盟主虽然是辜负了上官慧，但他没有辜负大侠之名。你的父亲依然是英雄。
我刚刚是在安慰你呢。我已经得到安慰了。那我给你变个魔术好不好？你看，那颗最亮的星星，看到了吗？那我摘下来送给你好不好？星辰遥不可及，姑娘就别开玩笑了。姑娘在做什么？摘星星啊！你看，我想啊，萧老盟主虽然是有愧于上官慧，但他无愧于江湖。他这一生求人得人也是幸福的。只希望我们这一代人不要像上一代人一样，会有这样两难的境遇。身为棋子，也不要忘记坚持爱情的初心，不要陷入乱局。是不是很厉害？是，谢谢。也不知道少盟主会作何选择。上官秋月、上官慧都是孤独的人。哥哥，哥哥，我也想要棋子。哥哥。尊主，你可见过一个姓上官的女子？属下没有。你当然没见过。曾经我以为我特别了解她，直到现在我才发现，我根本就不认识她。尊主可是在思念旧日的亲人？热情到引火烧身，天真到几近愚蠢，像谁呢？你说，像谁呢？属下不敢说。不是不敢说，就是不知道。你要是像小春花就好了，她可是什么都敢说，什么都敢做。就像李建林今天描述的那个她。
就是因为太想了，才会把热情用在不该用的人身上。叶叶，你没见过的，是因为他的下场不好。还请尊主节哀。节哀？我只是不希望我的妹妹步她的后尘罢了。傻妹妹，你送她棋子，陪她观星，但其实你在她心里的分量，还比不上那把刻了“凤鸣”二字的刀。做了魔头的妹妹，难道都是这种结局吗？哥哥一定不会让它发生的。长生谷的消息打听的怎么样了？禀谷主，还没有进展。一群废物！属下该死。待萧渊一死，各路人马都蠢蠢欲动，说不定那长生果也会因此现身。属下再去打探，定不会让谷主失望。当年，南星河教主曾立下誓约：传奇谷和千月洞，谁先杀了武林盟主，便可统一星月教。可惜我为了长生果急于奔命，萧元之事，竟让一个无关之人抢了先。一个死人的誓约，你当活人还真会遵守不成吗？上官秋月，哼，每次看到副谷主如热锅上的蚂蚁，我就无端开心。眼下，萧白还未站稳脚跟，正是千月洞和传奇谷联手的好时机。如果你我合作，趁虚而入，将那些白道中人一网打尽，你的宏图霸业指日可待。区区一枚长生果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我无牵无挂，对长生果不感兴趣。倒是副谷主拖着个药罐子，再这样下去，怕是要寻仙问道、吃斋念佛了。上官秋月，你也配提丝丝？哎，不就是一枚长生果吗？我看你们到处都没找到，倒是比长生果本身更有意思。你不要不识抬举。不过呢，副谷主每次都能逗我发笑，我上官秋月也该知恩图报不是？长生果的最新消息赠与副谷主。走。思思，夫君，你看我今天的气色是不是特别好？好，特别好。你会一天比一天好。我可能找到了治你病的方法。
诸位，看看这个。本月15日午时，碧水城古茶巷长生果拍卖，愿者来之。长生果。对，江湖上现在传言，此次长生果拍卖大会规模极大，光入会就要100万两，卖者正是石先生。又是石先生。这个石先生上次卖的是心法，这次卖的是长生果。虽然名不见经传，但卖的东西全是武林中垂涎欲滴的。如今各家心法已经十分珍贵，长生果更是百年难遇。千月洞和传奇谷一定不会袖手旁观，他们必然会插上一脚。你们太天真了，这岂止是魔教中人？你们这些名门正派，就不想要长生果了？你们可别忘了，萧老先生病重的时候，凤鸣山庄可是……春花姑娘，我爹对长生果从来都是付之一笑，还告诫我要少争名利，多些云淡风轻。正是，凤家也主张君子应取之有道，定不会趟这趟浑水。春花姑娘说的没错，今日早晨各家派向我辞行，我还真以为他们有要事要办，还不是因为长生果。碧水城这次必然会迎来一场腥风血雨。要我说啊，这肯定就是个圈套。石先生现在说不定正在坐收渔翁之利。的确可能是个圈套，我们一定要小心为妙。这个石先生，他知道，就算这是个局，我凤鸣山庄也一定不会坐视不理。弃身锋刃断，性命安可怀？父亲生前也是这么想的吧？邵盟主，邵盟主是否也收到了长生果拍卖的锦书？正是。冷掌门，可有什么高见？此消息一出，碧水城将有大乱。眼下盟主还未入土为安，邵盟主自然要以家事为重。老夫可替邵盟主先行一步，带些人手到碧水城，以防内乱。不知邵盟主意下如何？那就有劳冷掌门，待我安葬好家父，一定会快马加鞭与你会合。爹爹要是能帮得上邵盟主，自是再好不过了。那老夫就先行一步。
小白，春花姑娘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没睡？看你守夜辛苦，眼下又有长生果那档子事儿，担心你。父亲说：“习武之人，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”春花说：“感情亦是如此。”父亲说：“以心怀天下之人，则有平定四海的能力，不然只是空谈。”春花说：“心里若是连一个女子都装不下，何谈天下？”春花姑娘，小白，春花也有好多好多的大道理，如果你听得进去的话，也会像这样把它复述出来。但如果你听不进去，也没关系，至少想起我的时候，还是一只活灵活现的春花。春花姑娘，想说什么就直接说，我一定会认真记下。好，那我就说了。老盟主，你亲手栽培出来的儿子，玉壶丹心，义薄云天，而且还特别可爱。但春花想说，以仁义见天下而示众生，则不可不爱人、知人。是，春花说：“以仁义见天下而示众生，则不可不爱人、知人。”那我说的有没有道理？那我们击个掌。小白以后不要老是说父亲说父亲说，多想想春花怎么说，好吗？少盟主真的要带春花姑娘同去吗？春花姑娘并没有武功，如果遇到危险连累你我，岂不是误了大事？
正因如此，只有把春花姑娘带在身边，才比较安全。还是少盟主思虑周全。彩彩，情场如战场，这时机转瞬即逝。冷姑娘，你能为我这么着想，彩彩已经是感激不尽了。那你倒是有所表示啊！二位姑娘大可不必担心，有我和少盟主这样的人在，春花姑娘能有什么差池？春花姑娘是少盟主的未婚妻，这与秦公子何干？冷姑娘，我的意思是，少盟主既然要带春花姑娘同去，那我觉得还是应该问问她的意思。我去！啊！我一定要跟小白一起去的。小白，你说对不对？怎么感觉少盟主今天的气场跟平时有些不同呢？以前潇湘遇到女孩子的时候，我可是那个负责给她耳朵降温的人。没想到萧兄这么洁身自好的人，今天美人在怀还能从容自若。唉，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有一个软香温玉、抱得满怀的人呢？哎，冷宁，小白，我刚刚是不是做的太过火了？对不起啊，我真的是太开心了。你之前还做过更过火的事情。啊？怎么可能？毕竟我这种知书达理、温文尔雅的女子，哼。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？你还叫我相公。这是那个木头小白？不苟言笑，谦谦君子，出尘脱俗。没错，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小白。相公，那都是多久以前的事儿了，我都忘了自己有这么厚脸皮的时候了。也是，再次听到春花姑娘这么叫我，总感觉恍如隔世。谁让你总是这样不温不火的？那我就没必要自讨没趣了。感情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像我这艘笨船，以前只知道在修为的水面上下功夫，并没有想到也能在别的湖泊上前行。我才不要做什么湖呢，我要做就做大海，一个海啸就把你给卷进去。冷姑娘，冷姑娘，这个香包是我请西域绣娘精心缝制，里面有玫瑰香、佩兰，还有冰片，还以纯金线缝制，你肯定会喜欢的。怕不是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。你要是不喜欢，还有更多的。冷姑娘，秦公子对你
也是一往情深。不知道多少公子哥拿来骗人的把戏，我早就看腻了。秦公子表面上放荡不羁些，跟那些纨绔子弟还是不一样的。这次萧老盟主和上官慧的事情，让我感受颇深。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做？我想，每个人的缘分是不一样的。我的选择应该和萧老盟主是一样的，宁救苍生，不为私情。我这一辈子大概就是这样了。不过冷姑娘兰心蕙质，定会有一段美好的姻缘。我觉得所有人都比不上彩彩姑娘你。冷姑娘又嘲弄我，我要是这么炙手可热，怎么会夹在你和秦公子、春花姑娘和少盟主之间，形单影只呢？才不是，是那个萧白不懂得珍惜，你已经做得足够好了。换作是我，都不知道该怎么体面退场。你不许偷看！水中望月的眨眼，看透爱的明灭，是本即心田的缠绵，是过足不向前的残缺。没有你的桃源，并非朝花夕拾般可怜。尝遍了春花秋月的鲜艳，也不及见到你的一瞬间。一瞬间决定永远步履维艰，无可变。将一半的回忆就地封建，留一半沧海桑田。命运中的寂寞难言，多希望你看得见。某个水中望月的眨眼，看透爱的明媚，是本即心田的缠绵，是过足不向前的残缺。没有你的桃源，并非朝花夕拾般可怜。了春花秋月的鲜艳，也不及见到你的一瞬间。一瞬间决定永远步履维艰，无可变。将一半的回忆就地封建，留一半沧海桑田。命运中的寂寞难言，
多希望你看得见。时间了春花秋月的碎片，为你编完成注定的情节。那错过的一瞬间，弹得无言，却如年，雪落花开铺一地的情牵，爱你留下了沉淀，年轮中的不同交界。你又怎会看不见？